按兵不动。阿大，你下次要是想让我别动，就比这个手势。哎，对。小无疑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阿茂，那封没来得及给我的信，是无一的吧？把它给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对子期的态度，一个在法场上滥杀无辜的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孩子如此担心？除非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我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又从头想了一遍，再结合刚刚阿大给我比的手势，还有这些药材，便已经猜到9成。这些名贵药材都是治疗血瘀之症的。若你真想杀无疑，怎么会让人再次为他炼药？那剩下的1成呢？是诈你的。你是怎么认得这些药材的？是我教世子妃的，是齐王殿下求来了神医，医治世子。你也早就知道了。那萧无疑他现在只要那一箭射在该射的位置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至于血瘀，神医配了药丸，至少能保世子2月无虞。阿大带的人都可放心。给我吧。无期家语，见心安。我让一只一旦确定我被北清暗探抓走，就将全部真相告诉你，免你惊忧伤惧太久。但你恐怕已经哭过一场，想到此处，心中已然不安。瑶瑶，萧无疑此生未曾负过任何人，唯负于你。也许这是此生最后一封信，我还是想从文熙太子说起。13岁之前，以为我的命运会和父王还有所有叔叔伯伯们一样，做一个禁军统领，素卫攻城与巍巍皇权。然北秦入侵齐州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战场，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为保我一命，共死了147位营士。你以后就叫萧胜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主人。参见世子。他叫青龙，他叫颜渊，以后都会紧随世子。我手握却骨令和却骨出天下帖的期许，心中却万分茫然。若当年那场轰动大业的安禄谋逆案实乃冤案，我父母才是令上京都城沦丧20年战乱的根源时，我真能凭一块令牌一呼百应，令天下安定吗？难道我大业的精兵只为直到我遇见一只，不为百姓而战吗？才找到方向。维熙帝后扶植寒门，制约豪门世家并没有错，只是他们用错了时机，也失了分寸，才令北秦找到可趁之机。君以为什么是好时机？分寸又该如何把握？当年是当年，如今是如今，如今已然乱世，乱世必中敌。谢君一言，令愚兄拨云见日。大
大业需要一支真正为百姓家国而战的军队。比起健康宫，我更应该去北京。8年征战，大业有了梅府军，萧胜成为了萧无义。一直说的没错，如若没有9丈原重伤，或许萧无义终有一日会变成门西太子。但血域之争，注定年寿不永。谢太傅的私心也让我看到了另一条更好的路，一支更适合这个位置。父王从前犯的错，终是动摇军心的隐患，对此我早有准备。但没想到英王会以太傅之命为饵，他既出手，我们索性将9世连根拔起，将计就计，演一出君臣决裂的戏码，以肉身铺路。拿着这封密报，好好的看。提防暗探。我计划好了一切，安排好了所有。为了达成最终目的，可以牺牲任何，但唯一的例外是你。我怕告诉你便会失去独行的勇气，然江山之重在肩，无疑不敢牺牲。江无义，你是骗子，混蛋！馆长为什么不告诉？你们2个混蛋，究竟是什么时候商量好让他去送死的？还有那一剑，究竟是谁的主意？赵毅的那晚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那一剑，是做给冯安看的。再见面，便不必留情。不要！走！所以，你让阿大按兵不动，是因为除了健康宫外，那些早已被发现的北齐暗探，真正要防的是冯公公。不仅是防，更是利用。你们就是要借他的嘴，让英王相信，就算你知道案子有问题，你也一样要怀疑萧无义，把萧无义逼入绝路。至少有他。神医说的2个月是什么意思？他本就有血瘀，又中了一箭，一路颠簸到北京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可神医的药只能保他活2个月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2个月之内他回不来呢？如果英王没有相信你们，没有按照你们挖的坑去跳呢？夭夭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在想，该怎么给这个混账收拾。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萧无义用斩断的雀骨令融化炼成的，他希望我交给你。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叶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我一张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。爱情。